官府发相公了，20文钱一个，村里的姑娘都去抢男人了，我没去，因为我重生了。我知道那个落魄到没人买的小瘸子，将来会成为全清朝野的摄政王，会负我真心，妻妾成群，会将我囚禁10年，夜夜折辱。我不敢买他了，只想安稳活命。但我没想到，当天夜里，村长笑着敲响了我的房门。轩轩，你要相公不要？咣当，我反手就把门关了，站在门边，整个人有点懵，幻觉吧，都重生了，我怎么又看见匪不为了？村长把门推开，不悦又不解地看着我。轩轩，怎么个意思？嫌弃这是别人挑剩不要的？没事儿，村长给你便宜些，10文钱，怎么样？村长说着，将我拽出门外，指了指那靠在墙上虚弱至极的男人，说得十分慷慨。你不是最喜欢漂亮郎君的吗？你看这多俊呐！虽然是个半死不活的瘸子，但洗洗保准能用。匪不为伤得不轻，脸上脏污，衣着破烂，看着实在狼狈，靠在墙边静静的抬眸看着我，眼神无辜又脆弱，却硬是把我看得凭空打了个寒战。不是村长，这没人买，送回官府不就好了吗？我以为我不去，没人买的匪不为这时候已经被送回官府了的，怎么还送人上门呢？清泉村地处蛮荒边关，两国的交界，男丁大多都被强制征兵上了战场，有去无回，天气和土壤条件又差，村里的老弱妇孺很难应付严苛的征粮征税，官府缺钱缺粮，便有时会打着体恤民情的旗号，送些被流放至此做苦役的犯人过来，20文钱就能给家里添一个强壮的劳力，怎么算都划算。所以每逢官府发人，总是会引来各种哄抢。上辈子的今天，我也去了，没钱就是去看看热闹，结果没想到意外捡了个大漏，10文钱买了个身受重伤但漂亮至极的小瘸子回来。当时村里人人都笑我蠢，这人伤成这样，买回家别说帮忙干活了，都不一定能活，就算活了，他这眼神又冷又傲，也不会是个省心的主。我没听，把人带回家，小心翼翼地照料治病。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小瘸子不仅活了，还对我好到了极点，为我端茶递水，为我考取功名，为我建功立业。不，确切地说，不是为我，是哄骗我。因为直到他迎娶摄政王妃那天，我才恍然初醒，原来他当初对我好，只是因为娶我，他就能脱了奴籍，考功名，脱离清泉村而已。那些我以为的恩爱与甜蜜，对他而言却是隐忍和屈辱。这人其实从未爱过我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官府抛弃的人，怎么可能回收？村长也发愁，往年都是哄抢，没得剩，也没这糟心事儿，谁知今年会在一个瘸子这里有了变故。这人呐，咱就是砸手里，也断然送不回去了。村长说完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见我不说话，直勾勾的发愣，以为我是嫌贵，咬咬牙5文，不能再少了。不是村长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1文。村长，我真不能收这人。村长脸色不悦地打断了我。轩轩啊，当初我收留你时，没多说一个字吧？我立马没话说了，世间最难还的就是人情，一旦开了头，便永远低一头。这些年我在村中行医送药，志在多杂症，就在多人命，始终就是抵不消村长当初风雪之中收养我的恩情。好的，村长。我叹息一声，应承下来，并没注意到墙边靠着的匪不为垂下眸子，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。再看我，眼睛别要了。布条缠绕过匪不为的胸膛，我与他距离极近，呼吸恍惚都交缠在一起，不用抬头，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注视。匪不为愣了愣，已经擦洗干净的清秀面容露出茫然的神色。轩轩，布条打结，我用剪刀剪掉多余部分，起身拉开了距离，神色淡淡。轩轩不是你叫的，还是叫我秦姑娘吧。匪不为的语调急了许多。可你买了我该娶你的。呵，这么急，是怕娶不了我，脱不了奴籍吧？入了奴籍的犯人本该世代为奴，但如今只要被人购买赎回，便可更换为农籍，翻身清白。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，也难怪他用尽手段，这般着急，烛火摇曳。我望进匪不为墨黑色的眸，这人当真是生了一双极好看的眼睛，就这么看着我时，轻易就会有种他眼中只有我的深情错觉。可惜那是假的。我会帮你脱奴籍，不过不是夫婿，是兄长。以后你我兄妹相称。匪不为立即皱起了眉，嗓音低沉。兄妹。我低眉浅笑。是啊，兄妹。上辈子是我蠢，是我不自量力。他大婚那天，我收拾了包袱，伤心离去，准备回清泉村了却余生，却被他带兵拦截，强势带回。他皱着眉头，似乎极度疲累似的，叹了口气。轩轩，你该明白，我的摄政王妃不能是个乡下村妇，别同我闹了，跟我回去。除了王妃之位以外，我会给你所有的一切。我自然是不肯的，可他哪里又会听呢？他将我囚禁在京郊的别院中，豢养成了个没名没分的金丝雀，一养便是10年，直到他的王妃再也忍受不了，强行带人闯入，将我进了猪笼。匪不为的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，语调冷硬。我不做兄妹。我诧异的抬眸看了他一眼，怎么，这是还想把我当乡村寂寞时泄欲的玩意儿？匪不为，你可真是个东西啊！不行，我们做不了夫妻。为何？因为我有未婚夫婿。
我垂下头，抚摸着腰间的同心结。他们都说他死在了战场，但我坚信他会回来。斐不为的眸子猛然剧颤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动作幅度有些大。刚缠好的伤口隐隐又渗出了红，但他并没护痛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竟犹如前世后期那般冰冷偏执。你有未婚夫婿？我不闪不避地看他，面色平静。是，我有，我是真的有。那人名叫萧恒，是镇上大户萧家的长子，我们相识于学堂，一起长大，算半个青梅竹马。4年前，萧恒被迫应征赵从军，自此一去无回。这种事情在边关倒也常见，久而久之，便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。3年未归，婚契作废，因而我买下斐不为，其实并无什么不妥。再后来，我在朝夕相处中，被斐不为精湛的演技打动，跟他离开了清泉村。我们走时，萧恒并未归来，大约是真的死了吧，但也不重要。这辈子我若坚持要守他，谁又能说我什么呢？要么做兄妹，要么继续为奴，选一个。我说着，挑了下眉，歪头盯着面容阴沉的斐不为，心中讥诮，他自然是不悦的，毕竟妹妹可没法用来泄欲暖床。而的确，斐不为听完我的选项，薄唇即刻抿紧了，盯着我的眸光压抑，漆黑的瞳仁中映照出烛火的摇曳，胸膛起伏几下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了2个字：兄妹。完全不意外呢。我微微抿唇勾出笑意，收了药箱，起身向外走去。临关门时回望向他，早些歇息吧，兄长。斐不为的拳头立即攥紧了。房门关上，屋内陷入一阵静默，烛火噼啪声中夹杂了斐不为阴郁低沉的一声：呵，兄长。这晚，我梦到了自己被囚禁的上辈子，前半段困在清泉村，做偿还人情的孤女；后半段困在四方大宅，做斐不为见不得人的外室，低贱的痉挛。那短短只活了30几岁的人生，我未曾见过极寒的冬，痛快的雨，自由自在的大江山川。骤然响起的敲门声，将我从梦中拉回。睁眼的瞬间，有种高空飞行，恍然落地的失重感。喘息落下，有2个字在那里跳动：自由。轩轩，我熬了粥，起来喝些吧。斐不为的声音自门外响起，我的瞳仁微微紧缩，心中有了个打算。昨晚你说你是被抄了家的国公府公子，粥熬得不错，软滑香糯。我抬眸看向斐不为，所以你认字？斐不为抿唇点头，甚好。我伸手指了指书房内的书架，书架上有本药草经，待会儿就辛苦兄长你对比着书中的图文，将药柜中的3七与白鸡、白芷挑出来，然后一一放到院中的簸箕上晾晒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过阵子会有个赚钱的机会，我要赚钱离开这里。斐不为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安排，愣了愣后，神情讪讪。可我身上还有伤，腿脚也……你能瘸着做粥，就能瘸着晒药。总之，我淡淡看了他一眼，我不养闲人，总不能真的应了那句话，便宜没好货吧？全村姑娘都不要，低价折给我的小瘸子，憋着心眼，虚情假意的算计我。把我当翻身的踏板，可不是便宜没好货吗？1文钱买来的残次品，总不能还要我同上辈子似的，把他当宝贝供着吧。他也该为我做点事了。斐不为的神情僵住，颇为复杂，我懒得琢磨，也琢磨不透，只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起身欲走，手腕却猛地被捉住。斐不为竟有些紧张的看着我，你去哪儿？我没说不做。我勾唇轻笑，拿话刺他，家里平白多了张嘴，多了条需要治疗的腿，我不得采药赚钱呀，兄长。我没说的是，脱离清泉村，游历河山，这2个也都需要银钱。我虽日常在村中出诊治病，但巴掌大的村落，低头抬头3两步全是熟人，诊金直接就给块豆腐，给把青菜是常态。更有甚者，嘿嘿一笑就全当抵了诊金。所以我的穷真不是装的。斐不为拖着瘸腿，一趟趟的进出晒药，跛脚的身影怎么看怎么凄凉。我啧了一声，稍微有点良心发现，这么辛苦，要不提个条件？斐不为的身形顿住，沉默了会后，嗓音很轻：别换我兄长，换我不为，行吗？良心收回，我撇唇，不行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执着于称呼，就好像这般叫了，我跟他的关系就能改变什么似的。明明上辈子我缠着他一声声的叫不为，他却总皱眉说，矫情，让我对外叫他兄长的。我果然没有记错。这天之后过了5、6日，一直蠢蠢欲动的匈奴开始频繁侵袭边关，军中士兵与镇上百姓多有伤亡。白鸡、3七、白芷这3味止血药材供不应求，市面上的价格翻了20倍不止，方圆百里竟就属我这院里的药草最为充足。不过我并未涨价，我想赚钱，却并不想赚国难钱，所以便定了规矩，每日限人限量，多一个我都不卖药，不诊病。但饶是这样，我每日还是累得几乎爬不起来。送完最后一个接诊病人，连回屋都懒得走，直接趴在院中的石桌上昏昏然睡去。这一觉睡得很沉，不知道睡了多久。唤醒我的是唇瓣上的压迫感，似乎有人在轻探，在小心翼翼地抵着我的唇丝膜，然后得寸进尺，一点点入侵探入。我不堪其扰地皱起眉，嘤咛一声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斐不为就站在我身边，手背抵住鼻尖，轻咳一声：轩轩，吃饭了。
我茫然眨眼，摸了摸嘴唇，一时间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。不过想来应该是梦，毕竟斐不为没有偷吻我的道理。这是隔壁牛神给送的汤骨，说是炖汤极好，你尝尝。跟上辈子不同，承担起做饭角色，每天变着花样期待对方吃一口的人，不再是我，而成了斐不为。小火炖了2个时辰呢。斐不为给我盛了碗汤，眼睛很亮地盯着我。村长那句话倒是没说错，小瘸子着实生了副顶好的皮囊，洗干净后，浓眉墨眸，宽肩窄腰，纵然是穿着最粗劣的衣物，也难掩身姿。短短几日下来，就让当时没买他的不少姑娘都悔青了肠子。我却不愿看他这张满是虚假的脸，只低头默默地喝汤，没有说话。斐不为眼中的期待，最终落寞了下去。轩轩，你同其他人都那般和颜悦色，偏生跟我无话可说吗？这汤好喝吗？热汤划过喉管，我讥诮挑眉，好喝。所以呢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斐不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的，我总得付出点什么，才对得起他这份殷勤讨好的演技。和颜悦色，上辈子我倒是加倍给足了他，可结果他稀罕吗？所以斐不为喉结滚动，像是安慰自己似的。你爱喝就好。这话假的让我没胃口了。此碗放下，我歪头看向他那被我打断了重新接上，正在休养的腿。这人在我身边的所求，无非就3个：脱奴籍、治腿、去科考。如今前2个已然达成，唯独科考这事儿，他就跟忘了一样，再没提起。那他这些日子演的这些体贴与温柔，到底是在图什么呢？我还有什么值得他图的呢？皱了皱眉，我刚要开口，房门却骤然被砸响，敲得非常急。秦大夫，求您救命，救救我家萧副将。门上明明挂了申时之后不接诊的告示，怎么还有人虚实来敲门？我依旧坐着，没打算动，这个破例的口子开不得。秦大夫，我知道你有规矩，可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我们是守城军，中了匈奴埋伏，我家副将被砍了7刀，命在旦夕，城中药铺全部无药，只有您能救了。心下一沉，我猛地站起身来，没再有一丝犹豫，快步过去开了门。保家卫国的将士绝不能死在我眼前。2个脸上带伤的士兵背了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进门。昏暗的屋子，摇曳的烛火，男人躺在床上，呼吸微弱，脸上血与泥混杂，看不清面容。我咬了咬牙，猛地撕开他身上的黑色净衣，一抹熟悉的红色从他怀中掉落。同心结，跟我腰间挂着的那枚一模一样。哦，对，那士兵之前说萧副将萧恒，手掌开始颤抖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重生这事儿都没有萧恒没死的这一刻来的震惊。所幸我囤了足够多的药材，也所幸我的医术足够高明，萧恒就回来了。发了一夜的高烧后，在第2天下午苏醒过来。轩轩，萧恒靠在床上，笑得苍白又庆幸。好久不见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这4个字。前世的错过，今世的重逢，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彼此交代，却好像又只有这4个字能说。我给你擦擦脸吧。别开脸！我起身拿起床边盆中的毛巾，拧了拧水，坐回到床边，轻轻抹掉他脸上的血污，将那张英气俊朗的脸一点点地擦拭出来。萧恒垂眸看了看自己那吊在脖子上的双臂，不禁轻笑。小时候你拿我衣服擦鼻涕，长大后给我擦脸，这算扯平了吗？我认真擦拭着他的脸颊。这不一样，没法相提并。房门被轻轻推开，斐不为端着食物出现在门口。见到屋内的情形时，瞳孔一缩，面色冷凝，一瘸一拐地走过来。萧恒也不是瞎子，看得出来他的气压不对。轩轩，这位是？斐不为。我擦拭的动作未停。我兄长。斐不为登时冷嗤了一声，目光打量萧恒，话却是问我：怎么，居然是轩轩认识的人吗？我停下手，将床头的同心结递还给萧恒，而后抬起头望进斐不为的眼睛。兄长，这位是萧恒，我失踪归来的未婚夫君。食物落地，发出瓷碗破碎的响声，我的手腕在下一秒被猛地攥住。斐不为脸色巨变，一把将我从床边拽起。你说什么？手腕被抓得很痛，我怔了怔，却没挣开，一时间痛到烦闷，眼神中多了些厌恶。我说：这位是萧恒，我的青梅竹马，未婚夫君。兄长还需要我再说几遍吗？斐不为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像是被我的眼神吓回去了似的，缓缓松开拉着我的手，向后退了几步，缓了口气，再抬头时，神色已然恢复如常。恭喜啊，轩轩，终于等到他了。这话说得极为平静诚恳，看得我心中一片冷然。这就是斐不为能把情绪藏得极深，演戏入木3分的斐不为。面具之下，这人手里举着的是刀还是糖，谁都不知道，但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斐不为没再说什么，将地上的碎瓷收拾了之后，便起身出去了。关门的瞬间，莫名其妙的，我心底涌现出了一股不安，那是基于上辈子对斐不为的了解。越是压抑了情绪后的平静，越是蕴藏着滔天的巨浪。我总觉得此时的斐不为不是没情绪，而是他的眼神像要杀了我。萧恒突然开口，我歪头，笑得些勉强。看错了吧？他明明在祝贺我，起码表面上是。萧恒挑眉，是吗？不太像祝贺啊，倒像是斥。我打断他，同心结怎么还留着？萧恒的话头陡然停了，耳间涌上可疑的红，神态也有点尴尬别扭。好歹也是定情信物，留个念想，
我哑然失笑。你消失4年未归，婚约作废，留什么念想啊？什么消失4年？什么作废？萧恒立即正色起来，神情中带着些许憋闷神伤。当初不是你写信说有了更好的夫婿，不要我了吗？说完，声音压低了，小声嘀咕：我那天差点死在战场上。我愣了。什么信？话出口的瞬间，我恍若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冷笑一声，心中大概已有答案。我真以为你变心了。萧恒幽怨地看着我，烛光昏暗，少年眼中的情意却清晰可见。我的心咯噔一下，突然意识到这样的重逢其实并不公平，因为对萧恒来说，我们之间的分别仅仅只有4年而已。他16岁到20岁的区别，我仍是他从小陪到大的青梅竹马，是他情窦初开后一直放在心尖上的人。他的感情仍停留在刚爱上我的热烈时段，可对我来说，那却是上辈子30年早已远去的一份情感。在那段我自己向前走的时光里，我早已把它放进了心里一块名叫初恋的墓地，然后深深爱上了另一个人。如今纵然时光回溯，我又哪里还能担得起他这份少年的赤诚？萧恒睡下了，我揉着酸痛的肩膀回了自己房间，哪成想门刚推开，一只大手骤然从里面伸出，将我拽了进去，身体撞上门板。我震惊地看着将我死死压住的斐不为。斐不为，你怎么在我房间？怎么不叫兄长了？斐不为挑了挑眉，嘴角噙着冰冷的笑，与这几日的他完全判若两人，倒是有种上辈子的他回来了的感觉。我缓了口气，声音微沉：既然是兄长，就不该擅入妹妹的房间，放开我，出去。斐不为笑了，点头赞同我的话。是，寻常兄长的确不该，可我又没想做你兄长。斐不为笑得无赖又坦然，我心思不纯啊。说着，他紧扣住了我的腰，手指轻抚我的脖颈，沿着颈边动脉摩挲，寒意却顺着脊柱向上攀爬。我甚至有种他正在打量从哪里下口，直接咬死我的感觉。轩轩，你不该惹我生气的，你也是重生的，对吧？浑身的汗毛在瞬间炸起，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，看着斐不为，震惊到甚至失去了言语的能力。怎么会？有点难过啊。轩轩重生后居然选择不去买我，不再跟我有交集，看来当真是恨我怨我了。上辈子是我混账，我没保护好你，没好好珍惜你，一直到你死后才崩溃地意识到，原来我追求的所有名利都不及一个你。重生那天，我欣喜坏了，哪怕我发现你也重生了，并且拼了命地躲我、疏远我、冷落我也没关系，应该的我都该受着。我已经做好一辈子追逐你、弥补你的准备了，我再改再做了。轩轩，斐不为的神情已经不能用偏执来形容，而是一种扭曲的平静疯魔。可你怎么能有别人呢？你怎么敢真的想跟别人呢？被禁锢的感觉恰如前世的囚禁，我甚至不愿跟他多说一句，双手死命地推搡着他的肩膀，可斐不为却猛地扣紧了我的手腕。在门板上，门板发出哐当的一声响，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清晰。隔壁紧接着传来萧恒疑惑的声音：轩轩，怎么了吗？我一个字刚出口，脖颈却络上温热。斐不为不慌不忙地吮吻着我的血管，笑得低沉。轩轩怎么不回答？告诉他，你正在你兄长的怀里，被他吻，被他碰。告诉他，你的兄长最近夜夜都在他现在躺着的那张床上，靠着想你舒简入眠。周身的温度在这样极致的厚颜无耻中尽数褪去，我气得浑身颤抖。前世今生，他到底还要如何羞辱我才够？脖颈被重重准了一口，斐不为搂紧了我。轩轩，听话，我们重新来过，让他滚。气到了极点，我反倒笑了出来。重新来过？怎么个重新来过？难不成重生一回，我这个乡野村妇就能配上咱们尊贵的摄政王了吗？你就能不妻妾成群，不把我囚禁在京郊别院吗？太可笑了。斐不为他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地认为我怨他恨他，只是因为他所谓的没能保护好我？明明利用我欺瞒我的是他，明明不爱我却还把我关起来当玩意儿消遣的人是他，我受的所有伤害基本都是他给的。我能。斐不为几乎没有一丝犹豫。轩轩，上辈子我其实从没想过伤害你的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在意名分，我以为你明白我的苦心。官场诡谲，你性子又单纯，我娶了你才是害你。不过都过去了，这辈子我只有你，不会再娶任何人。你不喜欢，我便不去苛考，不再入官场，我们就在清泉村一直生活，好吗？轩轩，再信我一次，好吗？不好。什么苦心？我不管，我不接受，我不信他。我只知道他口中的所谓保护，就是上辈子对我的利用与欺瞒，是轻贱我至极的10年外事与禁锢。如果说捅我一刀是为了我好的话，那我宁可他别为我好了，我无福消受。轩轩，我的沉默让斐不为紧张起来，声音都放轻了。好吗？好。心底冷然，我已对这样极致的厚颜无耻无语，只剩下无力的冷笑。我们从头来过。斐不为闻言，顿时长吁了一口气，如获至宝地将我抱在怀里，胳膊在微微颤抖。轩轩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村长，你要女婿不要？斐不为咋样？现在他洗干净了，也不瘸了，俊着呢。村里多少姑娘抢着要，
配咱家的娇娇姐姐，刚刚好。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钱什么的我不在意，主要就是一个报恩，1文钱，如何？村长家里，我将斐不为的身契放到了桌面上，笑眯眯地跟村长谈起了买卖。从头开始，我选择没有斐不为的人生。村长皱起了眉，不悦地看着我。轩轩，这是闹什么？买回去的人怎么能退？我淡定地喝了口茶，缓缓抬眸。我说能退就能退。村长的脸色沉下来，刚要开口呵斥，我慢悠悠地补了一句：村长，萧恒回来了，您知道吗？村长僵住了，茶杯放下，我笑着看村长。我记得当初咱家娇娇姐也喜欢萧恒来着，还1哭2闹3上吊地，要我把婚约让给他。当时我拒绝他之后，为此内疚了好一阵。毕竟娇娇姐打小就是想要就抢，得不到就毁掉的性格。但那次被我拒绝之后，居然破天荒的再没闹过呢。想来是村长你想了妙招，哄好了吧？村长干干地扯了下嘴角，应了一声，额头上出了点汗。我心中好笑，面上却更纯善。萧恒也说改天想亲自登门，谢谢村长和娇娇姐成全。不用了。村长的脸色顿时煞白，赶紧掏出1文钱来给我。斐不为我要了，就不麻烦萧少爷了。呵，他倒是知道得罪不起萧家。对了，村长你当年救我一命，我还你女儿1份姻缘，也算扯平了吧？不如干脆立个字据，恩情两清，咱们再无瓜葛，免得以后再反悔缠上我。村长的嘴唇颤了颤，脸色几变后，最终没忍住，骂了一句：白眼狼！我回到家时，斐不为正在院中晒白鸡和3七，萧恒躺在一旁的躺椅上，正在晒太阳，看着很和谐的画面，但实则对话很不友善。我不是他兄长。斐不为将3七铺在簸箕上后，率先开口。萧恒睁开眼，声音慵懒：看得出来，有话可以直说。斐不为言简意赅：开条件吧，什么都行，我只要他。萧恒笑了：巧了，我也只要他。斐不为扯了扯嘴角，言语卑劣：哪怕他的第一个男人是我。我的脸色顿时一白，拳头在身侧收紧，身体颤抖。无耻！上辈子的事情怎么能跟这辈子的人论？萧恒皱了皱眉，羞耻感在这一刻彻底席卷了我的心。没出息的男人才会把女人的贞洁当作炫耀的资本。第一个男人了不起，她是你第一个女人吗？斐不为是世家公子出身，通房丫鬟是必备的，怎么可能我是第一个？斐不为阴着脸，方才的得意已不见。哦，不是啊。那你怎么有脸炫耀的？萧恒比一撇唇，第一次都留不住给心爱的女人，羞耻哦！我听得连呼吸都停滞了，许是太久没见，也许是萧恒如今外面看起来太过于沉稳高冷，以至于我是真的忘了这人小时候有多么混不吝，出了名的能对。这一番话下来，只把斐不为说的脸色铁青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打起来了一般。萧恒双手都受伤了，打架会吃亏，我急忙弄出了点动静，往前走了2步，院中的2人同时变了脸。斐不为率先对我笑了笑：轩轩，药材快晒完了，需要再补一些了。没事，不用补了，钱我已经赚够了。原本我是打算攒够100两给村长，还了那份减我的恩情再走的，但现在不用了，恩情已还，两不相欠。我手头的20两已经足够我迈出远行的第一步了，反正我有医术在身，后续没钱了也可以边走边赚。只怪我伤在双臂，不能帮忙。躺椅上的萧恒突然直起身，悠悠地叹了口气：真是麻烦兄长了，兄长这般能干，以后我和轩轩可有福了。斐不为眯起了眼睛，眼神锐利如刀地射向萧恒，萧恒却也不闪不避，气势半点不弱地回看着他。萧恒，我急忙上前，挡在了2人中间。你伤也没什么大碍了，今天就回军营吧。我兄长的脚伤还没好，我送你回。斐不为挑了下眉，冲萧恒勾起唇角。萧恒一噎，喘了口气后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扭身就回屋了。我不禁摇头，腰却从身后被抱住。斐不为将下巴戳在我肩上，轻声道：早些回来。我垂下了眸子，并不回应这句话。傍晚你去趟村长家吧，他给你改好了籍贯，不再是奴籍，是农籍了，记得去拿。斐不为乖顺点头。好。萧恒亲自带路，我把他送回了军营。边关的敌国探子居多，因而我方军营的驻扎地极为隐秘，如果没人带路，寻常人根本连营地大门都见不到。我这回倒是见了，还堂而皇之的进来了。这个要2天一换，记得饮食清淡些，伤口务必不要碰水，还有就是不要剧烈运动，免得扯开伤。我一边帮萧恒换着药，一边事无巨细地嘱咐着注意事项，结果半天没听见萧恒出声，一抬头却见他眸光悠悠地盯着我。非走不可，我们的婚约不作数了吗？怎么作数呢？萧恒，我将腰间的同心结解下来，想放进他手里，萧恒却攥紧了拳头，不肯接。我无奈。你放弃志向做逃兵，不再上战场，还是我放弃憧憬，独守空房，做个日日夜夜翘首盼你回家的深闺媳妇？
这种日子我上辈子过了10年，真的不想再过了，我只想自由自在。萧恒的脸色沉了下去，我笑笑，伸手掰他的掌心。两个追求相悖的人，最好的结局是相忘于江湖。萧恒的拳头骤然松开，却没接同心结，猛地包裹住了我的手。不相悖的，轩轩，等国家安定，不再需要我打仗时，我就能陪你一起逛遍这世间，只要你愿意等。萧恒的眼睛很亮很黑，眸中的认真不容错认，一如4年前。我垂下眸子，满心愧疚。这份阴差阳错的青梅竹马情，中间隔了30年的光阴，我对他并无爱意。萧恒见我这般，了一声，混不吝的劲儿上来了。我在被你退婚的情况下，都为你守了4年了，也该你等我了吧？再者，这婚约也不能白定啊！我要求搞特殊，如果你的身边最后有人相陪，第一个名额必须是我。要是那时我死了，再换别人吧。我怔住了，半晌，无奈一笑，哪学的无赖招？萧恒撇唇，你就说等不等吧。我是第2日上午离开的军营，萧恒的倔脾气上来了，没有来送我。他说早晚再见的事儿，没必要告别，老实等着我去找你吧，别跑得太远啊。下山的路，绿叶丛丛，我低头看了看腰间依旧还在的同心结，轻轻一笑，并没注意到前方的去路上，斐不为宛如杀神，带着暴怒的气息，就站在那里，直到我撞上他的胸膛，被他大力捏住了脖子。秦轩轩，你怎么敢？怎么敢？斐不为双目赤红，掐着我脖子的手极度用力，却颤抖得厉害。我不停地拍打着他的手，却无济于事，呼吸渐渐变得困难，我的脸开始涨红。而就在我真的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斐不为直接掐着我的脖子，将我拽到了身前，狂躁地吻住了我，唇瓣相贴的间隙，我终于喘息到了新鲜的空气，胸膛剧烈起伏，贪婪的呼吸，唇瓣被粗暴的啃咬。斐不为用一种几乎要将我生吞了的架势掠夺着我，却又在我几乎站立不住的时候松开了我。秦轩轩，你有心吗？我满心期待等着你回来的时候，却被告知你把我卖了，这就是你要的从头开始，没有我的从头开始，是吗？是。我捂着脖子，深深换气，眸底不带一丝温度地看向他。被利用的感觉好受吗？满怀期待地幻想了跟一个人的未来，最后却发现一切只是谎言，好受吗？上辈子你不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斐不为的身形猛地一颤，攥紧的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，眼神是被伤到了极点，却无力化解的剧痛。最后一声苦笑，你就是仗着我不舍得动你，才能这么肆无忌惮地伤我。轩轩，别逼我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他的语气是2世都没展露过的脆弱，却让我如临大敌的绷紧了身体，半点不敢放松。你也别逼我，我只想离开你。斐不为仰头笑了起来，但一行泪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。他吸了吸鼻子，将眼泪抹掉，笑得破碎。你真的太知道怎么让我痛不欲生了，轩轩。为什么？我明明都解释过，你为什么还要走？轩轩，你不是爱我的吗？你怎么舍得抛弃我？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我再弥补了啊，我再改了。你等等我，行吗？我们好不容易重生，难道真的不能抹掉过去，重新开始吗？我望着他眼角的泪，慢慢摇头，不能，抹不掉。并不是所有的苦衷和对不起都能换来原谅。斐不为的眼神随着我摇头的动作染上狠辣，他突然冷笑了一声，唇角扬起阴冷至极的笑意。行，软的不吃是吧？轩轩，这是你逼我犯浑的。斐不为说完，眼神骤然一凛，抬手就要劈向我的脖颈，但我的动作比他更快，寒光一闪，我一直攥着的匕首插进了他的左肩，鲜血争先恐后的涌出。早知道你也重生了，买你回来的当天，我就该杀了你的。斐不为露出痛不欲生的苦笑，他决然地抹了把脸，眼神中带上了恨意。我就那么不可原谅吗？上辈子除了自由，我什么都给你了，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只是没办法了。什么都给我了吗？我听了只觉得想笑，这人到现在还口口声声说着爱我，保护我。斐不为，你有没想过，你把我囚在京郊，不敢娶我，是因为不敢面对自己。你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么爱我，你只是不舍得，因为我对你的爱和好没有掺杂利益，是你身居高位之后旁人给不了的。但同样，你也不敢面对，不敢把我娶进府里，因为我的存在会无时无刻不提醒你。堂堂摄政王，曾经是个被乡野村妇10文钱买回去的夫君，曾为了达到目的，对这个上不了台面的村妇谄媚讨好，虚与委蛇。所以他不舍得放我，却又不敢面对我，只能把我圈禁在外，连名分都不配。他根本不在意我会不会感觉到耻辱，也不在意我是不是愿意被圈禁。他夺走了我做人的自由，辜负了我对他的一片真心，践踏了我的自尊与人生，让我的人生除了活着喘气之外什么都没了。最后他却这样理直气壮地说，他除了自由什么都给我了。匕首攥紧，我深深地看了斐不为一眼。等你同样失去自由10年之后，等你感受到那种日复一日的绝望与死心之后，再来跟我提原谅不原谅吧。
其实我的意思是，绝无原谅的可能。我们俩也不是原谅了就能继续相安无事的关系。可斐不为却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抓到了浮木一样，眼睛亮了许多。他捂了捂还在流血的心口，居然笑了。好，10年。后来我没再见过斐不为，也没有见到萧恒。我一路行医，一路肆意游历名山大川，像是后怕一般的，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多做停留。但在远行的第4年，我来了泉州镇的姻缘桥，桥上系满了情人祈愿的红丝带，有些偏心，有些已经旧到褪色，看不清原来写了什么。我在桥上从天亮一直站到了天黑，一直到月色清亮，连桥下放花灯的人都尽兴而归，这才轻轻叹息了一声：萧恒，我履行了承诺的，以后可不能再埋怨我了。4年之约是我给萧恒的特殊待遇。那日离开军营前，我们定好4年后在泉州姻缘桥上相见，若那时战乱已定，他还活着，就一同搭伴上路。而今天他没有来，蓦然垂头，我看了看腰间已经褪色的红绳同心结，眸光微颤。我宁可相信是北方的战乱还没结束，也不愿去想第2个结果。转身，我一步步下桥，哒哒哒，疾驰的马蹄声自远处传来。我蓦然回头，就见一身墨色净衣的萧恒策马而来，张扬肆意。马匹停下，萧恒翻身下马，站在桥下，气息急促，对着我摇头无语。要了命了，秦轩轩，下回约定的时候真的要提前问问。你知不知道泉州城有12座桥，别称都叫姻缘桥啊？小爷我今天找你差点没找死。我站在桥上，低头看着他额头上的汗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在后来的后来，我记不起是10年后还是多少年后了。我跟萧恒策马北上，准备去看看皑皑的雪山。在路过京郊时，有个模糊的身影，不知何时跟在了我们身后，不远不近，一直跟着，不曾上前，也没有退后。他愿意跟就跟呗。萧恒搂紧了我，在我唇上印了一吻。多个我们幸福见证者，不是挺好吗？我歪头看他，你知道是谁？萧恒嗤笑，你不知道。刀也是知道的，但不重要。不过说起来，他这个骗子。萧恒突然又补了一句，我诧异挑眉，怎么说？说什么你第一个男人是他，害我嫉妒了好久，结果切，明明是我。我垂眸摸了摸鼻子，神情赧然。还走不走了？走，带着娘子走了。